据我了解啊，我是南京的 TED， 2年来邀请的第一位作家。我也希望呢，我不是南京 TED 邀请的最后一位作家啊。那么今天想给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关于文学表达的一个经验啊。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他就住在南京啊。那么这个人呢，在中国各地他教授世界语。他非常痴迷，所以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呢，他就疯狂地劝我要学世界语。他甚至怀着一种对汉语的仇恨，劝我要学世界语。那么他说，这个世界语是因为是人工设计的语言，它没有任何语法上的例外，所以呢是全世界最准确的语言。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人说的语言没有任何语法例外，它会刻板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被他劝烦了，我就突然反问他，我说世界语既然这么好，有没有人用世界语创作文学作品？他当时一下就愣住了，就呆呆地看着我。我就知道我的问题一下子戳到了他思维的盲区啊。他看了我半天，终于承认，真还没有人用世界语创作文学作品。他说唯一有的一点文学作品呢，也是从其他语种翻译进来的啊，而且呢读起来文学的感觉很差，味同嚼蜡啊。从那以后呢，他再也不劝我学世界语了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时候疯狂地追求一种表达上的精确，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灾难？那就是你几乎消灭了文学。那我们都知道，还有一种机器语言比我们人工语言人说的语言还要精确，那就是电脑里面的机器语言。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人用机器语言写一首情诗送给自己的恋人啊。所以难怪啊，希腊有一个哲人柏拉图，当年写过一本著作叫《理想国》。他在《理想国》里面最想赶走的人就是什么？诗人啊。因为他说这个诗人呐，说话不靠谱，不准确。你要是问一个诗人写的东西是什么含义，这个诗人会回答我也不知道啊。那么文学为什么会如此剑走偏锋的追求一种包容一种不准确，包容不知道？它为什么跟科技追求一种准确，追求一种知道截然相反？那这个答案呢，可能会出乎大家的意料。那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创造发明它是怎么来的啊？它其实来源于人类思维啊，在艰苦思考之中的某种灵光一现啊。那这所谓的灵光一现，其实就是思维在偶然碰撞中间产生的火花。那么人类这个思维的偶然碰撞，它这样一个大海洋，其实就是人类的无意识啊。那这个人类的无意识呢，就像是火山下面的熔岩，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暗中涌动，只要这个时机成熟，它就会喷发出来，成为我们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点子。所以呢，难怪现在很多公司流行那个头脑风暴啊。那么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加快这个思维随机碰撞的这样一个速度啊，为解决问题找到一种新的一种出路，新的一种点子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这样一种思维的随机碰撞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影响人类未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我们的人类的一个无意识啊。那么科技无非就是从这个无意识中里面打捞出 iPad， 打捞出航天器，打捞出相对论，这样一些东西是看得见的。那文学呢，因为它的方式特别的特殊，文学从来不好好说话，它永远是暗示啊，它通过故事，通过隐喻来暗示。所以文学呢，这种方式恰恰能最大限度的接近人类的无意识啊。那关于说到这个文学的暗示的方法，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精于此道。
你如果找一个中国人办事，你要是发现他在推诿，他在寻找各种托词，他一般是暗示你该给他好处费了啊。那么我身边有一个更文学的例子，就发生在我女儿身上啊。她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不小心把那个屎拉到了裤子上啊。那一天她母亲特别生气，就罚她自己洗裤子。那天晚上女儿把裤子洗完以后，对她妈妈说：“她妈妈，我跟你讲个故事啊，你知道白雪公主有个后妈吗？”啊，她说白雪公主的后妈对白雪公主很不好，成天逼着她做家务啊。你知道她后妈后来怎么样了吗？啊，那么她妈妈摇摇头说不知道。然后我这个女儿不动声色地说，后妈后来被火烧死了啊。那她的妈妈听完是目瞪口呆，浑身毛骨悚然。她没想到这个女儿小小年纪就知道用暗示来报复她啊。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孩子。孩子因为他没有对与错的这样一个明确概念，他没有道德禁忌，所以他在表达上可以肆无忌惮，他往往是说的比知道的多啊。那我在我的这个小时候有一件事情啊，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啊。当时有一首歌，那个歌词非常二啊，但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二，长大了才知道非常二啊。这个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那有一天呢，大人们都睡着了，午睡睡着了，我一个人在走廊里面反复唱着这首歌，唱着唱着我就情不自禁把它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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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唱完了，我就看看四周，好像没什么反应，我胆子就更大了，就唱得更欢了啊！就在我唱得最得意的时候，突然门里面传来了母亲的咆哮声：“慢曲！”啊，这是我的小名，你给我滚进来！那我一听到“滚”字，我就知道大事不好。进了门，母亲问我：“你在唱什么？”我就撒谎，我说我在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母亲说：“不对，你不是这样唱的，你老实交代。”那眼看我骗不了母亲，我就只好承认，我说我是在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坏。那母亲呢也没有生气啊，她非常冷静地问我：“你愿不愿意母亲离开你？”我说：“当然不愿意啊。”所有孩子都会这么回答。那母亲继续说：“如果你继续这么胡编乱唱下去，那么总有一天啊，你的那个公安啊就会把你妈妈抓走啊。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些歌词是你的妈妈教给你的啊，只有一个反革命才会教孩子唱这种歌词啊。”那么当时我就一下吓坏了，我马上就拍着胸脯保证，我再也不胡编乱唱了啊！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预言家，多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大家一看我小时候有多正派啊！好，其实这个孩子啊，不仅仅是孩子说的比知道的多。其实还有一类成人，也是说的比知道的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哪类成人？精神病人，对的，说的对的，啊。那除了精神病人以外，还有一类人也是说的比知道的多，能不能猜出来？诗人，啊，当然这个诗人是广义的，还包括一些凡是用文学创作的人啊。所以难怪经常有人把诗人当成病人看待啊！正因为诗人说的比知道的多，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才需要那么多的评论家啊！诗人说的那些话，才养活了那么多的评论家。那其实一个诗人的这个创作，跟孩子的这种
语言上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表达非常接近，都是在探索各种可能性啊。那我就记得我在2002年的秋天，有一天我去那个紫霞湖散步，是个黄昏的时分，那个地方渺无人迹，我那一天特别的落寞啊。那么后来呢，我在那散步的时候，突然我的脑海里面涌现出了蝙蝠的形象啊。那么其实当时呢，我想到蝙蝠的时候呢，我立刻就产生了很多的诗句啊。其实19世纪有一个法国的大诗人波德莱尔用蝙蝠啊也写过诗。那么在他的诗里面，蝙蝠是黑暗和恐怖的象征。可是那天我在这个散步的时候，蝙蝠它在我脑海出现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突然意识到，蝙蝠其实也很孤独，所以它选择一种群居生活啊。它和我一样，都有一种孤独的心灵啊。我们两个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呢，我们在心灵上是相通的啊。那么蝙蝠在我眼里面就变成了黑天鹅，非常美丽的黑天鹅。那这首诗写完以后发表了，有很多人喜欢，后来很多人也写蝙蝠，诗坛上流行起了蝙蝠诗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蝙蝠其实它这个形象千百年来没有变，但是通过不同时代诗人的书写，它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在波德莱尔那个地方啊，人和兽之间是有鸿沟的，兽是黑暗恐怖的象征，它是丑陋的一个代表，它表达的是人高高在上的人道主义。可是蝙蝠在我这个地方变成了什么？人兽合二为一。我和蝙蝠之间有一种共同的心灵，我们俩是平等的。所以在我这表达的是什么？兽道主义啊。我知道在当代中国，兽道主义很难成为主流，因为中国的人道还没有完成啊。好，我们还可以期许，在下一个时代，可能还有诗人继续写蝙蝠，他能在蝙蝠这样一个固定的形象里面，又挖掘出不同于波德莱尔、不同于我的这样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一种思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千百年来，山川、草木、鸟兽，他们的形象没有变，但是通过无数代诗人的不停的书写，挖掘出了无穷无尽的含义和思想、情感、感觉。其实诗人在从哪挖掘呢？就是从人类的无意识里面挖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其实文学啊，它提供的一种意识，对我们未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文学的意识往往是时代意识的先锋啊。那么我就记得09年的时候，我曾经买到过一本《洛丽塔》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洛丽塔。那这个封面呢，比大家现在看到89年的那个封面还要可怕，还要色情啊！我觉得这个封面已经够厉害了，大家都可以想象那双手在干什么事儿，是吧？那么我当时拿到这本书，走在大街上，别人都会用眼白看我，都会想这个家伙肯定是个色鬼，是吧？我把这本书拿到宿舍里面，我得不停地向朋友解释，这是一本严肃小说啊！他们听完都哈哈大笑，说我欲盖弥彰啊！有人甚至宣布这本书在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当成正经小说看待，他这种书是你到相亲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藏起来的那种书啊。可是呢，过了20年啊，2006年再出版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2006年的封面多高雅啊，比鲁迅的著作还要高雅。你拿到这种书再走在大街上，别人再也不会用眼白看你，只会觉得你这个人还真有点文化啊。而且这本书也成为畅销书啊。前后20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啊？光是这个封面设计师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有识之士的对这本书的重新解读有关系。刚进来的时候，这本书它引起的是一种负面的解读啊，它是一本堕落的小说，色情小说。
但是呢，慢慢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这个小说里面读到了一些非常正面的东西。虽然它描写的是性爱，但是题材是无罪的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性爱的题材里面，依然包含着非常严肃的人类主题，包含很多道德困惑的主题。那么这种解读慢慢在这个岁月流逝中间慢慢占了上风，慢慢呢从文学界溢到了这个社会上面，成为中产阶级的共识啊。这本书后来畅销也是在中产阶级中间畅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文学，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啊。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文学其实是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如果在当今你的文学是保守僵化的，那你这个国家就保守僵化；如果文学是开放多样的，那这个国家就开放多样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在座的很多我们所有人可能身体啊已经滑入了当代，在享受一切的物质文明，可能我们的头脑还滞留在一个保守僵化的农耕时代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愿意我们身首异处，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分别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啊。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是非常可怕的。好的，那谢谢大家。